哎呦，是你呀，欧阳警长，你可吓死我了，我还以为谁跟踪我呢。都这么晚了，管家你还在办事儿，手指怎么了？哎，我的手指被机器夹伤了，正要去医院呢。这么严重啊？啊，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啊，哎，好，谢谢你。来吧。哎，你们做管家的很辛苦吧？还行吧。抽支烟吧。哎，啊，好烟，真是好烟呐。欧阳警长，欧阳警长，欧阳警长，听到我说话了吗？你没事吧？喂，您好，琉璃子，你这么伤他，你为什么还要帮呢？欧阳秋，你真的太可怜了，不能让他永无止境的伤你。撤，我是余夏，我是余夏。强迫做不愿意做的事情，那又怎么样？我还活着，我没死啊！你傻呀你！为了琉璃子，根本就不值得你为他那么伤心难过。他可以跟其他的男人，他可以那么抱着其他的男人，那心里根本就没有你。你难过什么呀？喝点酒算了，真的，酒醉了，什么一切都忘了。是这样吗？可我怎么觉得我还在痛？我心里还在滴滴答答的流血。他怎么能这么对我？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为什么还在别人的怀抱里？而那个人还是我最好的兄弟。
你不懂。我不懂，你知道我跟他什么关系吗？我告诉你，我跟他是青梅竹马，我认识他10年了，我也爱了他10年。他除了是我的爱人以外，他还是我的亲人。你知道被亲人背叛的滋味有多难受吗？你说你痛，我比你痛100倍、1000倍、10000倍。不过我告诉你，我想通了，哪来动？你什么东西啊？你根本不是我的亲人，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我以后，我永远永远，我都不会再为你流半滴眼泪，听到了吗？说得好，好，我们今天就今朝有酒今朝醉，干杯！干杯！我要我！过来陪我跳舞。我不会，我看你跳吧。来，跳。啊！2、3，2、2、3，3、2、3，1、2、3，2、2、3，2、3。对不起，不好意思。没问题。
董老爷，哎，欧阳警长，这么巧，你也出门呐？我是受人所托，请董老爷去那边坐一下。哦，改天吧。请董老爷跟我走，那边自有你认识的。好，让一下，让一下。欧阳彻，你真是胆大包天，居然对我动粗！朱敬之呢？我要见你们署长，你是怎么管教属下的？董老爷，还认识我吗？神谷大佐，我们之间用得着这样吗？可事情紧迫，我也没办法呀。大佐到底有什么事？不能放开我再说吗？对待中共上海的联络人，我可不敢轻易放了你。万一你是那名神通广大的雅典娜女神呢？大佐一定是哪里误会了。我是个生意人，而且不少生意还是和你们日本商人合作的，怎么可能是什么中共的联络人？大佐不要听信一些谣言而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董老爷的话，跟你的仆人全福真是如出一辙呀。就是不知道你们的下场会不会一样？全福是被你们毒死的，为什么？他哪里得罪大佐了？董老爷很会顾左右而言他吗？那你就仔细回想回想全福的死状，想想那些工具、毒气用在你的身上，会是怎么样的一幅光景呢？我要见宫下总领事大人，我要向他投诉你。你们这样对一名合法商人滥用私刑是违法的。法？你们中国现在什么是法？你们军阀之间争夺地盘，谁权大势大，谁就说了算。你说的法是指这个吗？我也不妨告诉你，抓捕你是经过宫下总领事大人同意的，他还让我转告你，最好好好配合，不然到最后受罪的还是你自己。我不知道全福他跟你们说了什么，但那些都不是真的。当时他的生命受到威胁，顺着你们的意思说，才能够保住性命，这我可以理解。但那些不实的情况，希望大佐可以甄别。董老爷难道真的认为我们只是相信了全福的话就抓了你了吗？董老爷怎么说也是个生意人，在生意场上，你不会轻易相信你竞争对手说的话。不过现在我敢断言，董老爷肯定不是雅典娜女神，否则你的那个组织恐怕早就不复存在。既然董老爷不肯合作，那就按规定办事吧。
你们审问好了再来告诉我。哎，你们到底想知道什么？这我都喘不过气儿来了。对不起，把你弄疼了。没关系，你怎么了？有什么事儿不开心吗？不是，我怕失去你。琉璃子，没有你，我的生命只剩灰烬。我是说，日本人现在满世界找雅典娜，局势更紧张了，老百姓成天人心惶惶，水深火热，而我身为一名中国军人，却顶着压力行事，整天帮日本人查这个查那个的，我现在都讨厌我做的事儿了。只有你，是我生命中的亮光。你知道我有多在乎你吗？我知道。别这样，你在国民政府公职，他们对日本人的态度不是你能左右的。这样对自己压力太大了，对你不公平。你想想，你不是一个人，还有我，我们一起度过这段困难的日子。你真好。我一直以为小姐和纳兰少爷在一起，竟然出现了一个欧阳警长。我也希望小姐和纳兰少爷在一起啊。可惜不是呢。为什么呀？我也说不好是为什么。在我看来，欧阳警长是非常在乎小姐的，小姐对他也好。反正我就是觉得纳兰少爷和小姐在一起更般配，也更有能力照顾小姐。我可不这么认为。纳兰少爷又风流又花心，身边女人从来就没断过，哪有欧阳警长这么专一又深情款款的好？武涵，你什么时候换边站了？连我都不知道。几天前还把纳兰少爷夸得天上有地下无的，怎么就一会儿功夫，纳兰少爷就花心风流了？那不是还没见着欧阳警长了吗？我又没说纳兰少爷差，只是比欧阳警长还差那么一点儿。说什么上海在我们日本皇军统治下乌烟瘴气、血雨腥风的，让那些英法美记者、教会人员都过来看看，琉璃宫是怎么个歌舞升平，老是盯着那些案件、死人做文章，动不动就呼吁抗议，连国民政府都没有抗议，他们凑什么热闹？怪不得好几天没来玩呢，碰到烦心事了啊？可不是嘛。我在怀疑是有人在背后怂恿这些驻扎在上海的国外机构向我们发难，有意识地给他们提供对我们不利的事件资料，想让我们受到国际舆论的压力。这事儿吧，还真有点棘手。那些外国记者都住在各国的租界里，我们鞭长莫及。上海这个地方吧，各方势力比较复杂。想要摸清楚各方关系，在排查背后送情报的人，确实挺难。摸清各国的关系，在排查送情报的人。纳兰，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什么"旁观者清"，说的就是你这样的智者。你啊，真是一语道破天机。我想到办法了。是吗？什么办法？说给我听听。早川，过来，跟你说件事情。适配一下。你啊，夏天怀疑有人给外国记者送情报，我顺着他的意思说了一句：上海各方关系复杂，要理清这关系
才能排查背后送情报的人，就这么一句话。他说想出办法了，想到什么了？会不会他已经有嫌疑对象了？你无意中一说，让他想到可以从关系人身边入手。我不会那么乌鸦嘴吧？那我岂不是还另一抗日之师？这个小天心思真够毒的，还面对着咱们讲话，偷听的机会都没有。哎呀，纳兰君呐，你真是我的福星啊！今天所有的费用我包了。我就是喜欢秘书长您这性格，豪爽，将来咱们一定很开心。你的福星找着了，我的福星在哪？怎么了，纳兰？有什么烦心事情说来听听。还不就是我姑妈姑丈家那个老管家全福的事儿。老头子服侍我姑妈姑丈那么多年了，也没犯过什么错，也没见过他得罪过什么人。你说现在不明不白的死了，那么多天了，警署就给了4个字：死因中毒。怎么问都没有消息。哎，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我姑妈姑丈说。纳兰，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插手了。我只能告诉你，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这件事的结果而已。那全福的死，那你就当成是一个意外。你跟你姑妈姑丈说，全福是被暴徒抢劫杀害的，不就完了吗？哦，对，秘书长说的真对，我姑妈姑丈要的是结果，我把结果给他们不就得了吗？啊，这就对了。我呀，还是去喝酒跳舞。哎，走吧，走。欧阳彻，我告诉你，以后不许碰琉璃子。好，琉璃子，来吓着你吧。陪我跳个舞。彻，你跟他有过节？他们要我查雅典娜的案子，我不愿意合作，这算不算过节？小声点，我是担心你。今天幸好是早川，要换成野村的话，你会吃亏的，知不知道？你怕他就不要跟我说话，这里没有人逼你。你，不要！你们俩好歹也算同学，打起来让人看笑话吗？欧阳警长，能不能给我个面子，陪我跳支舞？哎，你还在想着他吗？有人伤害你，你却原谅他；有人背叛你，却想挽回；有人刺痛你，去讨好他。为什么你总受伤？因为你对伤害你的人太好了，所以他可以随意刺痛你，而却对爱你的人视若无睹。真正的智慧就是要发现谁才是你真正该爱的人。该怎么发现？我现在觉得任何事情都该去尝试一下，因为你无法知道什么样的人或事可以改变你的一生。再说，有些人走了就是走了，再等也不会回来；有些人不爱了就是不爱了，再勉强也是枉然。我在想，小天对琉璃子的态度那么特别，不像是逢场作戏。他想干什么？
他有没有向你们提起过什么？没有，就算我知道，都不可能告诉你。哎呀，陛下，你帮帮我。就在我看到刚刚你抱他跳舞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我真的爱上你了。我们就好好的在一起，不行吗？琉璃子，他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他和东猜是一类人，他身边永远围绕着形形色色的男人，他虽然在你身边，可你永远把握不住他，你这样不累吗？知道吗？有时候你最想得到的人，其实是你最应该离开的人。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这件事情牵扯到日本人，你知道，日本人整天逼我们查雅典娜的案子，动不动就拿老百姓来做要挟。小田靠近琉璃子，一定另有目的，我们不能不提防。可是小田确实没有提过他和琉璃子的事啊，我也是才知道他们两个有这样的牵扯。让我想想办法吧。我会让你以日本人的身份，来秘书处谋个职位。这怎么可能呢？也没什么不可能的。对了，你会用枪吗？不会，我会用剑。当时刚来上海，林姐怕我被地头蛇欺负，曾经在虹口道场请过一位老师傅教我剑道。你会日本剑道？那事情就好办多了。等我回去安排一下，一旦时机成熟了，我就会接你去秘书处，这样你就不会一个人在家里胡思乱想了。真的可以吗？那要是宫下总理事知道了，会不会怪罪你啊？这些事你就不必担心了，让我来处理就好了。对了，以后欧阳彻来找你，你就不用理他。他这个人不值得你花时间去结交。怎么会这么说呢？原来小田秘书长这么小气啊！我只是陪客人跳了个舞，你就吃醋啊？又胡说了！你跟纳兰东跳舞结交，我什么时候反对过呀？只不过欧阳彻这个人没有作为一个军人的气节，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你跟他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的伤害你。怎么会呢？我认识他的时间也不短了，他这个人成熟稳重，可信而又温文尔雅，不像是你说的那个样子啊。你忘记了，在清水案的时候，深谷大佐曾经抓过他。他明明看见你从清水家离开，但是却一口咬定车上那个女人不是你。你看，他为了洗脱嫌疑，就已经害了你一次了。是吗？还有，他面对我们拷打的时候，很快就屈服了，并且懦弱的不像一个军人，甚至到后来，
我拿着刑具走到他面前，他都会浑身发抖。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晚上他一见到我就表现得那么惧怕的原因。还有，前几天你应该听说过董家那个管家全福的事情了吧？原来杀人的执行者就是欧阳彻，是他跟深谷大佐合作而拿出来的诚意行动。跟深谷大佐合作？对，深谷大佐答应过他，给他在国民政府里面谋取更多的利益和权利。怎么了，莉莉子？怎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你很怕日本人吗？没有，谈不上害怕吧。那刚才小田把我带走，你连声都不敢吭。我只不过不喜欢跟日本人打交道，他们都是一群魔鬼，没有一个好东西。你也别跟他们走得太近。是一群魔鬼，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但是却愿意替他们效劳，所以杀了管家全福。你听谁说的呀？小田，你怎么会相信日本人的话呢？那是在重伤我。他们为什么要重伤你啊？因为他喜欢你啊，当然要重伤我这个情敌，才能把你抢到手。何况日本人要做些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原因，你凭什么去相信他？我就是不相信，我不想相信他，所以才来问你。我要听你亲口告诉我，全福是不是你杀的？我跟全福无冤无仇，我杀他干什么？我不想听这些，我只想你简简单单的回答我，是还是不是？不是。对不起，别生气了。我知道我不应该随便听信别人的话就来怀疑你，我也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鬼使神差的居然相信日本人说的话。对不起。傻丫头，跟我道什么歉？我们之间还需要这么客气吗？你以后有什么疑问，都马上告诉我，不要憋在自己心里，懂吗？嗯。你知道吗？你在我心里有多么的重要。你是我的整个世界，为你转动。你是我的唯一。如果连你都不相信我，我生存在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意义？所以，千万不要怀疑我对你的爱，你一定能感受得到，我对你是多么的深信不疑。我能感受到。你累了，我送你回去休息。不用，你们再玩会儿吧。去吧，我想一个人待着。没事，别担心。去吧。你应该听说过董家那个管家全福的事情了吧？原来杀人的执行者就是欧阳彻。我只想你简简单单的回答我，是还是不是？不是。杀
怎么进来的？你怎么失魂落魄的？你门没关自己不知道啊？我站在你背后，你没有感觉啊？我看你跟小田走了，不太放心，来看看你。没什么事吧？到底怎么回事？我听小田的话里，意思是说他们抓了全福，然后还找人杀了他。这事你知道吗？其实，在检查全福遗体的时候，我们就有了这样的推测。今天晚上小田的话里面，印证了我们的推测是对的。那你们会有暴露的危险吗？不会，全福不知道我们的事儿，所以不会有影响。而且你也看到了，小田对我们根本就没有设防。谢谢你对我关心。手怎么那么凉？生病了？没什么。不想说也没关系。你看着我，告诉我，你是安全的。什么都别想了，好好睡一觉。明天早上起来再说，好吗？睡吧，今晚我就不走了，在这儿陪你。去坐再睡。别起来。玩笑开大了吧？
往上走。谁叫你们开枪的？我叫你们开枪了吗？自作主张。老板，那一男一女武功太好了，不用枪我们根本抓不住他们。你们现在已经开枪了，抓住人了吗？人呢？那个女人有没有中枪？没有，老板。如果你们敢伤害她，我要你们全体给她陪葬。进去把你那身难看的衣服给我换下来，快去。你在这儿站着，我怎么换衣服啊？那我不站在这儿，能让我去哪儿啊？那我宁可不换。你是宁愿让我看呢，还是宁愿待会儿承诺他们都到了，让他们大家对你一块儿看？流氓！快去换去。哎呦，你轻点儿！你把头转过去。闭眼。你换好了没有啊？哎，你说，谁会知道我在你那儿啊？最近我也没得罪谁啊。有时候，你用不着得罪谁，只需要你最信任的那个人变得你不认识了，那就足以伤害你。事情的过程就是这样的。我和琉璃子都确定，小田的弦外之音就是全副就是被深谷抓了，然后给放，然后又派人上去把他给杀了。这我就不太明白了。全福并不接触核心事务，他能提供给深谷的口供，无非就是董叔帮共军运送物资。深谷在释放他的同一天又派人杀了他，这显然不会有跟踪得到新情报的可能。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怕他走漏风声，所以杀他灭口。我的意思是说，深谷对董家有下一步的清查计划。可是这几天董家风平浪静，董叔去出差，惠们又安全地看着他上了火车。深谷在等什么？也许深谷对全福的释放和暗杀行动完全与他调查董家的计划无关呢，只不过是他的一招障眼法罢了，为了牵制你们的精力。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性，而且更加合理。否则，事关日军机密，小田怎么可能毫无顾忌地跟我说呢？除非他知道全福无关痛痒，无论外界怎么揣测他的死亡，对深谷的下一步计划都没有影响。如果真是这样，深谷恐怕已经在实行他的计划，只是我们没有察觉而已吧。
我，胖子，胖子，就这么小的一根铁链子，你这是要分尸呢？老大，我这么聪明一人，倘若板斧能把这链子弄开，我用得着搬这么多东西过来吗？啊，你看这铁链子，你看看这重量、这密度，它是一般的铁吗？它这是高密度的合金呐！我如果不用这电动工具呀，你们俩就一辈子好好的拉着手过吧啊！先切我吧，先切我。先切我吧。我告诉你，老艾，我的手可就交给你了。你要是给我没有切好的话，你等着我怎么收拾你。切吧。我跟你讲，对于切这个事情呢，我还真没什么经验，所以我一定得先切你。倘若出什么问题啊，我一会儿切琉璃子的时候我就有经验了。那不行，太危险了。什么危不危险？先切我。不危险，有我老艾在，有什么危险的事儿啊？不危险。等，昨晚袭击你们的是什么人？知道东流宿百乐门，又袭击琉璃子的房间，符合这2个条件的，应该不难排查吧？葫芦啊，你就别问了，他们俩上辈子欠他的。来吧，切！哎呀，没事，好。别动，胖子小心点儿。我走了。哎，吃完饭再走吧。谁要跟你吃饭？你这人怎么这样啊？翻脸不认人的！我早知道不给你切开了。我这人就这样，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管得着吗？琉璃子，你别那么任性行不行啊？干嘛？放开！你凭什么纠缠我啊？滚！我的错。你把气撒在我身上是吧？我知道你心里面难受。他是我那么多年的兄弟，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好吧，如果你把气撒出来，你会舒服一点的话，没关系。你要打我要骂我，就快来吧。你凭什么指控他呀？啊？你只不过为了得到我，胡编乱造一些故事来诋毁他罢了。我和彻到底是做了什么，欠了你吗？我求你放过我吧！你为什么非要想尽办法拆散我和他呢？我求求你，就当我求你了，行不行？我这辈子也不会放开你。我现在是没有证据指控他，但是他到底有没有做那些事儿，你是他最亲近的人，你应该最清楚。你现在还为他辩护，啊？让我放开你？我告诉你吧，这辈子我也不会放开你。我不可能让你去跟那个人过。你胡说！这对我多好啊！就是因为他对我那么好，所以我想都不用想就知道我应该爱他。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像他这么爱我，对我付出一切的了。我是他所有的一切，我是他的唯一，你知道吗？没有了我，你照样可以过得很好啊！我求你了，你去继续过你那些纸醉金迷的生活吧，你不要再纠缠我了，求求你饶了我吧！什么叫我没有你了，我可以过得很好啊？啊？我河都跳了，我命我都不要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啊？让我再死一次去？你就非得让我说出我没有你我活不下去吗？蠢女人！是的，我是很蠢，我在你面前就从来没有聪明过。你就可怜可怜我吗？我现在心里乱得很，我有很多话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就不能让我安静安静吗？我求你了。好，我给你时间考虑，不让你安静。但是我要告诉你，你要爱谁，考虑好，未来能奋不顾身的，你这一辈子可能只会碰见一个。碰见了，抓紧他，因为你只会碰见他一次。
董重阳的口供可信度有多少？我觉得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怎么说？董重阳口供中提到的上海以及江浙地区的几个联络点，自停战协定签订后，那儿就驻扎着国民党的军队。所以在我们帝国还没有充分做好入侵之前，最好不要破坏这个协议，否则对我们有害，对他们有利。那我们就把抗日组织联络点的资料交给欧阳彻。南京政府不是要开始清剿抗日组织吗？他们对这些资料一定很有兴趣。要证明董重阳的话是真是假，我们何必自己动手呢？不错，这样一来我们可以不用冒险，二来可以借国民政府的手铲除潜在敌人。总领事大人，您这一招真是高明啊！董重阳的口供说，他从来没有听过雅典娜这个名字，还说小顾与阿木是经过联络点才到董家庄园的，这分明就是胡说嘛！青山的信息绝对与雅典娜有关。我们不论雅典娜是不是共产党的人，董家庄园与他们有联系，那是肯定的。是的，所以我想，他交代的第三件事，或许就能帮我们找到雅典娜女神。大佐的意思是说，那个叫风的学生运动领袖要从上海转传到香港去的事情？是。据董重阳交代，他会在大后天下午的3点到达上海火车站。我们把董重阳放了，让他该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大后天负责接送的，有可能就是雅典娜。不管他们是董家的人，还是董家的朋友，到时候自然会见分晓。好，申姑，你给我好好准备一下，这次我们要给雅典娜一次迎头痛击。嗨。领事大人。您在看关于雅典娜的书？是啊，我们调查雅典娜已经有一段时日了，可是一直都没有什么进展。我就在想，她起了这个名字，是不是跟古代神话雅典娜有什么关联？所以我就去买了一本这个书，想研究一下雅典娜究竟是什么样子。领事大人，申谷大总，秘书长，有什么事吗？领事大人，我已经想到一个办法，可以暗中查出给英法美记者和教会提供资料的人。哦，是什么方法？如果一个人只凭私交，他可以煽动几家报社和教会给他散播言论，但现在的情况却是，各国的报社和教会都是统一言论。那我们可以想想，有什么途径可以让煽动者在各国的租界里面都可以大范围的统一行动呢？よし。你想干什么？你敢勾引东？我没勾引他。难道是他纠缠你？不要脸！凭什么骂人啊？骂的就是你。别以为你周身在2个男人之间，你就可以如鱼得水、逍遥快活。徘徊不定的女人是永远得不到幸福的，水性杨花。我的事用不着你。
哟，东，这么早啊？在我上班的路上拦截我？撤。咱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我赶时间，有什么事儿就在这说吧。我要跟你说的事情，似乎不太合适在街上说。哟，事无不可对人言，难道你要跟我说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吗？你知不知道，昨天早上我和琉璃子在百乐门受到一群神秘人的攻击。你们什么时候在百乐门遇到攻击的？他怎么没告诉我？这一大清早的，你们怎么会在一起？你为什么还要明知故问呢？你手下难道没有告诉你，他们进到房间里面看到的并不是你想的那么不堪？我只是在那坐了一晚上陪他而已。你就是承认，作为兄弟，在我女朋友房间里过夜了，然后还气势汹汹的过来逼问我。撤。关于琉璃子的问题，我以为上次我们在天台谈话之后，你已经明白了，这是一场公平的竞争，最后由他来选择要跟谁在一起。今天我来找你的意思，不是要质问你，我只是想告诉你，让你明白，以后做事不要那么冲动。万一要是真的伤了他，你一定会后悔的。纳兰洞，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这话？是，那些人是我派去的，铁链是我吩咐他们锁的，我就是要当场抓住你，叫你赖也赖不掉，让大家看看，你这个以兄弟自居的伪君子是多么的不顾道义，勾引我的女人。你现在跟我说这样的话，不仅是侮辱了我，还侮辱了琉璃子。别拿琉璃子当挡箭牌，如果你不三番四次的勾引她，我们会安心平稳的过，什么都不会发生，我也不会像现在这么痛苦。我还告诉你，不管你有什么卑鄙的手段，我都不会放弃琉璃子，因为我爱她胜过于我的命，所以我会用我的命争取她。你们一个个都给我打起精神来！瞧你们懒懒散散的，都成什么样子了啊！哎呀，林姐，我们姐妹凌晨才收工，这么晚才睡，被窝还没捂热，你就把我们叫起来了，可不就是这副隔夜的脸吗？你们俩呀，早做早了。要是今天布置不完，明天的觉还是得让我给搅了。哎呀，林姐，离宴会不是还有好几天呢吗？我们慢慢布置不成啊？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日本人见着风就是雨，说不定哪天冷不丁来视察一下，见琉璃宫还是老样子，我把你推出去赌枪子儿，行吗？那可不成！快，都赶紧的啊，好好准备着。玲姐，这是什么人要来琉璃宫啊？这么大排场！宫下总领事要宴请英美法意各国领事参赞，小田秘书长吩咐要我们好好准备。玲姐，嗯，这个日本领事馆跟各国租界的关系真有这么好吗？哎呦，小田的意思是由我出面去邀请各国领事参赞，等到事成之后呢，宫下答应会保我们琉璃宫的平安。那宫下为什么要请各国领事啊？这小田没说，我也找不着理由问。对了，为了琉璃宫的将来，这回可不许再给我在宴会上闹事儿啊！哦，我保证再也不敢了，一定乖乖的。我是不希望琉璃宫再出青山那样的事儿，如果再出，看我还理不理你。林姐，你肯定得理我呀。你呀，成天跟欧阳警长在一块儿，他的持重你没学会，东少的油嘴滑舌你倒是学了不少。行了，小两口吵架是常有的事儿，各自退让一下，忍让一步，懂吗？懂。哦，还有，你呢，抽时间多准备几个节目，别到时候让各国参赞看我们琉璃宫的笑话。知道了。林姐啊，清明节快到了，今年琉璃宫事儿多，我打算让承诺
帮我带着祭品回家，祭祭我的父母，我就不回去了。我看也成，承诺出发之前让他到我这来一下，多带些钱回去，给你母亲和你继父的坟也修一下。谢谢林姐。傻孩子，谢什么呀？哎，咱们去地窖拿些好的红酒来吧。好的。走。又可以消失几天，很开心吧？怎么着？要不然你跟我一起消失，咱们俩双宿双栖。你想得到没？我哪也不去，就跟着我们家小姐。哎，西信，我问你个事儿啊，如果有一天在我和小姐之间，你只能选择一个，你会选择谁？当然小姐啦。啊？那我怎么办？你跟着我呗。这什么道理啊？这是？你想啊，你不是跟着你们家老大吗？你们家老大都是我们家小姐的，你还能跑到哪里去啊？好，那我就这么拉着你，你就跑不了了。啊，讨厌。走。欧阳警长，快走。欧阳警长，你来啦！哎，喜欣，这么巧，小姐在哪儿？小姐啊，小姐在那儿呢。我们说好的要不欺不瞒，彼此信任，所以，我有件事情要向你坦白。小田来琉璃宫的那天晚上，我心情不好。舞会散场之后，东来开导我，我们聊到很晚。他在我房间过了夜，但是他趴在床头睡着了，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请你相信我。我相信你。这个世上除了你，我不会相信第二个人。那，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啊？我不知道从何说起。你愿意相信我说的话吗？我信。你说。你告诉我真话，我为什么不信呢？我被日本人抓去，受尽欺凌。后来又眼睁睁看着300多个无辜的百姓被攻下枪决。我想反抗，可那根本就是以卵击石。有钱有势的人就可以在琉璃宫夜夜笙歌，辛勤劳作的人却养不活一家老幼。因为渺小，因为不公，因为没有权力地位，你的命就有如草芥，必须得承受任人践踏的命运。于是我终于想通了，只有自己不断强大，只有自己强大，才能保护你想要保护的人，才能保护你。你靠着日本人变强大吗？那是在与虎谋皮。你不知道你会伤害你自己，伤害身边的人，还有那些作为祭品牺牲的人，他们都是无辜的，他们一样在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做贡献，他们的枪口都指向了侵略者呀。但他们跟我们的信仰不同。身为一个军人，我要为国家而战，去铲除乱党。刘绿子，你别管这些了，我会处理的，我会保护你的。彻，你应该知道，我不需要你的保护。你还在怪我，对吗？我知道那天我实在太冲动了，差点伤了你。可你要相信我，不是我叫他们开枪的，我回去已经狠狠地教训过他们。是的，我的意思是，我需要的是你的真诚。对不起，彻，我知道在我们俩的关系中，我一直扮演着一个令我自己都讨厌的角色。和纳兰东这样纠缠不清，时常伤害了你。我甚至会忽视你的感觉，对你不够关心，以至于你身边发生了什么事儿我都不知道。
我觉得我们俩变得越来越陌生了，但是我正在用我所有的努力去维护我们之间的感情，难道你感觉不到吗？我感觉得到。你爱我吗？我爱你。那你就坦白的告诉我，你究竟有没有伤害过无辜的生命？没有。这个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琉璃花，跟你一样美丽鲜艳的，希望你能喜欢。我会让自己不断的强大，哪怕会付出再大的代价。与其仰人鼻息，还不如奋力一搏，让众人臣服。那样我才有足够的能力去保护你，那样我才能完成我的许诺，给你一个幸福的家。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欧阳春，我告诉你，以后不许再碰琉璃子。全福是不是你杀的？我跟全福无冤无仇，我杀他干什么呀？不想听这些，我只想你简简单单的回答我是还是不是。不是。要爱谁，考虑好，未来能奋不顾身的，你这一辈子可能只会碰见一个。碰见了，抓紧他，因为你只会碰见他一次。坐着歇会儿。这个无痕真是的，不是说无亲无故吗？怎么清明节还要回老家上坟啊？还急得明天就要走，不知道搞什么。你不是正想出来散散心吗？还抱怨什么呀？那倒是，比起琉璃宫村高福地的布置，在这替他买票，倒是省力很多。哎，他去买回乡用的东西，不知道身上带的钱够不够啊？小姐，你给他的东西已经够多了，哪里还会不够用啊？你不是阿峰吗？嗨，同学们，队长，怎么办？是不是这个人？现在才2点16分，我的火车提前了，那怎么办？看样子他马上要走了，可深谷大佐还没有到，没有他的命令擅自行动，你知道后果。队长，我们如果放走了大佐要抓的人，那有什么后果呀？行动！